从小米13 Ultra 发布到现在也有20来天了，我作为首发用户也是使用了很久，我想可以对它的日常使用做一个详细的报告，从我的角度告诉大家这台机器到底怎么样。我是云飞，两头皮助力讯飞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外观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，我这就不多讲了。前2天又发布了新配色，还好我买的是黄底版啊，新配色没有顶配，不然就要感受第一次被刺了。对于这3个新的配色，大家是个什么看法呢？我个人觉得绿色还是挺不错的。不过讲句实话，我到手其实没有几次见过这个绿色，都是给大家拍摄的时候把壳子去掉，日常使用的时候都是带壳子的。这就要提到大家第一个应该关注的点，就是它的日常使用是不是舒适。不管你是裸奔不带套，还是带官方的套，都有一个点，那就是硌手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没有提到过，是因为真的到手使用的时间不长。我自己的在手里日常使用，头重脚轻是比较明显的，特别是在裸奔的状态下，你的食指是肯定会碰到这个镜头圆环的底端，说实话不舒服，特别是还会在镜头的这个镜面留下指纹，这个是关于它日常握持的真实体验感受。用久了13 Ultra 再回去拿着10 Pro， 会感觉10 Pro 这类的事情真的是太舒服了。所以作为日常使用，假如你不是那么喜欢拍照的话，真的没有必要买13 Ultra， 因为握持体验真的不好。然后就是关于保护套，我之前是想等13 Ultra 的第3方保护套多一点的时候再购买，实际成熟选择也多。但是我带着这个官方套，前几天突然发现，操，这个镜头模组的镜面真的就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使用痕迹。作为一款7000软妹币的手机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前期保持完美的，所以还是买了这种全包的壳。包裹的很好，但是散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。讲真的，你裸奔使用基本上就是温热，但是如果你要带套，感觉这个热量会堆叠，不同于其他的手机，13 Ultra 的这个热量堆叠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买壳子是需要的，但建议买散热好点的。这个保护套确实很好，但却不利于散热。外观及日常握持使用部分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我买的是 1TB 的顶配，所以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真的就是顶级的使用体验，也感受到了MIUI 最好的动画。在这几天的使用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。13 Ultra 默认的屏幕是 1080p， 记得去设置里面开启2K 显示。同样的帧率，如果是需要全程保持高刷，也是需要你自己去设置里面开启每个应用的高刷。色彩我个人是觉得挺 OK 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在日光下使用的亮度也是足够的。在系统方面，首发开箱测评那会儿，我不是说还有一些 bug 吗？比如说录屏没有办法选择高帧率，75毫米的 4K 60帧对焦有点问题。我升级了2次系统，这些都解决掉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体验。所以说骂小米是有用的，有 bug 改进的还是挺快的。目前的体验比刚拿到的那会儿要好很多了，但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续航一开始初始系统是可以查看屏幕的显示时间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日常使用小米13 Ultra 的一个续航表现。我是主力机使用，基本上就是微信聊天和看视频。从早上6点到下午的5点，还有15%的电，期间屏幕是开启了5个小时16分钟，这个水平我个人觉得是挺好的，不高不低吧，属于是。但现在新系统的电池界面是没有屏幕显示时间了，只有一个耗电排行，这个属于是对续航多少有那么一点心虚，希望会在后续的系统更新里面给加回来，没必要嘛，我觉得这个续航又不短。而系统方面，这个我想也不用太多的讲，大家在其他的测评里面看的已经太多了，我只讲我个人的使用场景。王者荣耀肯定是很稳的，我打了53分钟，帧率是稳定的，电量掉了大概25%，就是这样一个水平。讲到游戏又要回归握持感，你不带套打是这样一个状态，我觉得是挺别扭的，所以还是得带套使用。这个也就注定了它不是一台适合大部分人使用的手机了。还有就是光影的体验，因为这个镜头真的突出太多了，所以你是不能平放在桌面上看视频的，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点。在之前我想看视频的时候，真的一下子就懵逼了，这个一边翘起来的体验真的是有点怪啊。就如果我们拿它来看视频是这样的，这边高这边低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所以看了就非常难受，一边高一边低。这个几乎就是我觉得购买13 Ultra 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点，当然
拍摄音质这些我后面再讲。看到这里，无疑都是买了时尚要求或者想买的，建议可以去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看看，5999可以12期免息，除了赠送1年的碎屏险，下单还有8选4的礼品。先打开拼多多搜索86659，点击图片或者直接点去评论区置顶的链接，就能直达活动的会场。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周年庆，全品类爆款超值低价，除了小米时尚 Ultra、红米 K60 Pro 12+256也只要3218，比官网便宜了381。新款 iPhone 14系列有直降上千元的专属补贴，14128G 只需要5000不到，性价比直接拉满。价格低是因为百亿补贴的商品都是市场成本再减去官方的补贴，所以会便宜很多，而且都有品质险和假一赔十的保障。拼多多百亿补贴周年庆，大家一定要全网避价再下手。想要换设备的，真的可以去百亿补贴看看。而我们购买它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的镜头，因为它是个影像旗舰嘛，这么多摄像头加持影像方面，它到底如何呢？关注我的粉丝都知道，它这个长焦是真的很出片啊。我在路上看到什么好的景就可以直接拍，在公园看到小猫也可以在它的安全距离内拍摄到它。我之前发的小米时尚 Ultra 的影像测评里面有很多购买的小伙伴也纷纷晒图，这就足以见它这个调教的功力，还有就是这个随手拍的魅力，真的是很容易出片啊。拍风景、拍人文是再好不过的，当然长焦直接拍摄人像也是极好的，但对摄影有点追求的不建议使用人像模式拍摄，真的不太行。而来到了视频拍摄方面，主摄是真的第一梯队啊！我实际录制 4K 60帧杜比世界3个小时全程都不掉帧，而其他的镜头更新了2次之后，也终于来到了正常的水准，都可以使用 4K 60帧录制视频，且对焦稳定不掉帧，这就是目前最好的安卓录制视频的选项。不过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镜头实在是太大了，中心不平，在裸奔状态下，如果上稳定器的话是比较难以调频的，至少在我手里的这2台手机稳定器都会多少有点勉强。用是可以用的，但是调不平，因为它这边这个镜头挡着这边嘛。然后蝎子 mini P 的话，它是可以调平的，你看这是平的，横拍它是可以调平的，这个没有压力，因为它这有轴嘛。但是竖拍的话，它就有点调不平，但是也可以用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是需要使用手机稳定器拍摄，那得蹲一个可以把小米时尚 Ultra 后背完全抹平的手机壳。虽然它肯定是绑装的状态，但确确实实这就是目前安卓最好的视频拍摄设备。而且，如果要论这个焦段的话，可能是手机第一了。毕竟这个焦段确实都是挺实用的。从时尚Ultra手机的整体来看，我不会推荐它给一个普通的用户，因为那牺牲的有点太多了。手感、重量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拍摄，会用到安卓设备拍摄视频，把它当做生产力工具，那么它的这些缺点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它这个影像方面真的很强大。强大到我可以忽略它的所有缺点。如果你要购买它，你需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使用它。我想它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台机子，一台可以随时随地都拍摄的机子，随便一拍都有味的机子，我是挺喜欢的。希望你看到我的这些视频也可以有所得，毕竟强大都会有那么一点偏科。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收获到那么一点东西，可以帮助到你购买时尚 Ultra。记得打开拼多多搜索86659，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。去拼多多的百亿补贴周年庆看看，真的可以便宜不少。我会一直更新这个系列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。我是云飞，点赞投币3连，就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